大家好，我是阿雅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。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喜欢煲汤喝，因为汤不仅暖胃，还特别的鲜美。几乎所有食材都可以煲汤，特别是鸡汤、骨头汤、鱼汤以及各类菌汤，都是餐桌上的常客。有的家庭甚至每天都会炖上一锅汤，美美的喝上一大碗，因为很多人都相信喝汤利于营养的吸收。但是有这样一类汤，大家一定要少喝，那就是长时间炖煮的汤。不少人在煲汤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误区，认为汤煲得越久越好，有时候甚至会用砂锅慢慢地炖上8个小时以上，总是觉得炖煮的时间越长，汤的味道就会越鲜美，汤里面的营养会更丰富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有一个成语叫做过犹不及。实际上，汤炖的时间越长，反而会导致食材的营养损失，还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。食物所含有的蛋白质会因为长时间的炖煮发生变性，最后变成胶状物质，不仅失去了营养，还不利于人体的吸收。损失营养虽然可惜，但对身体并不可怕。真正可怕的反而是在长时间的炖煮中，汤里面会产生大量的嘌呤物质。这里再说一个大多数人的认知误区，很多人都以为只有肉类含有嘌呤。其实不少素菜里面的嘌呤含量比很多肉还要高。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生活中常吃的香菇了。香菇虽然是蔬菜，其嘌呤含量一点不低。100克香菇的嘌呤含量是414毫克左右，甚至超过了一些肉类的嘌呤含量，属于高嘌呤食物。还有豆苗菜，又叫豌豆尖、龙须苗，是豌豆的嫩茎叶，它属于苗类蔬菜。但每100克豆苗菜，嘌呤含量都超过了100毫克，甚至接近500毫克，是名副其实的高嘌呤食物。除此之外，常见的还有各类蘑菇、竹笋、四季豆、油菜、茼蒿、大蒜、大葱、海藻、笋干、花豆、金针菇、海带、绿豆芽等几十种。大家不难发现，其中有不少食物，大家经常会和肉类一起炖汤，这样会让嘌呤的含量成倍增长。嘌呤是可溶于水的，随着炖煮的时间延长，汤中的嘌呤含量也会随着逐步升高。如果是长时间的喝这种汤，就会导致尿酸升高，尿酸高可能会引发痛风或肾脏病变，对健康十分的不利。所以说，汤不是煲得越久越好。这种长时间炖煮的老火汤，大家一定要少喝。一般情况下，蔬菜汤炖煮的时间控制在20分钟以内，鱼汤炖煮30分钟就可以了。像鸡汤、排骨汤、大骨汤，炖煮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个半小时。高尿酸如今也成为继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之后的第4高，成为健康的最大隐患。人体尿酸偏高的危害有很多，最常见的是影响到关节、肾脏、血管、胰腺等部位。如果是影响到关节，主要是以痛风关节炎为主要表现，最严重的情况是会出现关节畸形，痛起来生不如死。影响到肾脏，可以出现尿酸性肾病或者尿酸性肾结石，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导致肾功能下降，出现肾功能衰竭。如果尿酸长期持续增高，也可以影响到血管，导致血管壁增厚变硬，从而诱发高血压以及冠心病的发生。另外，人体的尿酸长期偏高，还会影响到胰腺的功能，导致糖尿病的发生率增加。故而痛风的患者大多也会有糖尿病，这个是有强关联的。在早期人体血尿酸升高并没有什么症状，只有出现上述的并发症以后才会被人发觉。一旦早期发现尿酸增高，为了避免出现上述并发症，一定要把血尿酸控制在正常水平。有人就要提出异议了，广东地区都有喝老火汤的习惯，哪有那么可怕？他们的痛风比例高吗？
事实是真的很高，排名全国第一。根据权威机构的报告，广东人的痛风或者高尿酸血症的人群占比要远高于国内其余地区。常见痛风药品的采购量也是全国最高的，占比高达20%。不仅仅是广东，据最新数据统计，我国高尿酸血症人数已达1.77亿，痛风患者约有1466万人，其中超过半数都是中青年人。虽然来源于食物的外源性嘌呤仅占人体总嘌呤的20%左右，但根据研究，外源性的嘌呤摄入过多是我国高尿酸血脂症焕发的主要病因。所以就是说，大部分的高尿酸都是吃出来的，控制饮食尤为重要。除了老火汤之外，还有哪些引发尿酸高的食物呢？第一个就是火锅汤底。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，通常会选择什么汤底呢？骨汤、菌汤、番茄汤还是海鲜汤呢？和清汤锅相比，这几种火锅汤底含有大量的嘌呤，经反复煮开后，嘌呤的含量就会进一步的升高。随着煮火锅的时间越长，汤里中嘌呤含量在6到10分钟的时候就会显著升高，30分钟左右就会达到顶峰。第二个就是动物的内脏，鹅肝等动物肝脏确实很美味，但一定要少吃。它们不仅是胆固醇高、脂肪高，其实它们嘌呤含量也同样惊人。鹅肝的嘌呤含量为100克408毫克，猪肝的嘌呤含量为100克275毫克。一个星期吃1次2次是可以的，一定不要多吃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安全地煲汤呢？第一，要控制煮汤的时间，最佳的炖汤时间应该在20分钟到1个小时之间。炖汤的时候还要记得小火慢炖，这样汤的嘌呤会比较低。第二，切记一定不要先放盐，先放盐会让蛋白质变性，鲜味出不来，反而会让嘌呤增多。第三，最好不要和高嘌呤的素菜一起炖煮，香菇、竹笋这一类高嘌呤的素菜要少加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祝愿各位都有好的身体。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，请您点赞收藏，也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，更多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阿雅，我们下期见。